这周美股和黄金都出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变化。黄金的话呢，目前止住了它的跌势，重新站上了$4000，也慢慢的回到了21天均线的上方。那现在是不是说可以开始配置黄金了呢？那我自己的看法是，就是它是进入到一个观察期，不过有3个位置呢需要注意一下，那分别说是4000，然后上方的4300以及下方的3800这3个位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聊一下为什么说我会关注这3个点位，以及黄金可能它出现的一些机会。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股，它这轮回调目前到了一个什么位置，那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我们先来看黄金啊，那如果我自己的话呢，我不会认为说它跌了30%就一定认为说它已经到底了。但是我们从目前的走势来看啊，它已经进入到一个可以观察的时期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看这个技术面，它最近出现了几个比较积极的信号。之前呢，它是跌破了4300这个比较关键的点位，并且跌破了之后呢，它试图有一个反弹，但是失败了。但是呢，最近它跌到4000位置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出现了1、2、3、4、5、6根下影线，那说明它每次跌到4000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都有资金它是愿意承接的，并且在这周呢，黄金它出现了一个反弹，上了10天和21天的均线。当然，就这2点而言，我们不能说黄金的底部已经做完了，但只能说它现在这个一波跌势呢，它已经放缓了，而且在$4000的附近呢，也出现了一定的支撑。所以对我来说呢，这不是说我们直接追进去了，然后全仓上黄金啊，而是出现了一个值得观察的点位。那黄金之所以在这个位置它出现了支撑和反弹呢，我觉得短期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美元的话最近有一定程度的走弱，其次呢是美债，这个是10年期的美债，可以看到最近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下降。那大家知道黄金它本身呢是不产生利息的，所以当美元走弱，美债收益率下降的时候，那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它就会降低，那对黄金的价格呢通常会形成一定的支撑。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$4000它本身是个比较重要的整数关口，很多时候呢整数关口都会成为市场观察和交易比较集中的位置，所以说我们这边有看到黄金在这边逐步出现了止跌的迹象。当然刚刚说的这些呢，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观察，那如果把时间拉长点看呢，我更加关注的是黄金背后的长期逻辑，它有没有发生变化，这个才是支撑黄金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动力。那根据我的观察呢，长期逻辑呢它还是在的。我们可以看世界黄金协会它最新5月份的一个数据啊，可以看到销售量，也就是红色的这个柱子，在4、5月份它是一个非常少的量，与此相对的呢，它的购买量，也就是蓝色的柱子，它4、5月份的话是逐步的上升，那净购入量呢，它是一个上升的曲线。我们从这张对于央行的一个调研表上也可以看到，即便说今年黄金它有个近30%的跌幅，但是呢，各国的央行对于黄金的储备的需求，它并没有说大幅的减弱。近45%的央行表示，2022年他们还会增加黄金的储备。那54%的央行说它会维持不变，只有1%的央行说它会减少储备。再看这张截止今年6月30号央行的真实购买数据，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，黄金它的长期配置需求呢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。那我想肯定也有朋友会担心啊，黄金经历了这么一轮下跌之后呢，会不会像2011年这样子，进入到一轮熊市，一跌个好几年啊？那这种情况呢，我们不能说完全的排除，市场上任何资产嘛，总归是会有涨有跌的。但是如果说我们回去看2011年之后的那轮黄金熊市的话呢，它的改变不是说黄金的价格，而是那个时候的宏观环境它发生变化了。那个时候呢，美国这边美联储开始退出了量化宽松，那美元进入到持续几年的升值周期，实际利率呢它是不断走高的，全球央行对于黄金的配置需求呢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强。那换言之呢，就是当时真正变化的呢，是支撑黄金上涨的那些驱动因素呢，它消失了，或者说是变弱了。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呢，我还没有看到说这些长期驱动因素同样出现同等程度的变化。当然，这个不表示说黄金之后肯定不会再下跌了。就如果说今后啊，就是美元重新进入到比如说长期的强势周期，那实际利率呢持续走高，或者说全球的央行明显的减少了黄金的配置，出现以上3种情况的话呢，那对于黄金长期上涨的支撑逻辑也会产生变化。
那我自己的投资思路呢，是我不去预测市场，而是根据目前看到的信息呢，不断调整自己的概率判断。所以对于我来说呢，与其预测说，年底黄金能不能到5000啊，还不如就是我们一步步来考虑，先看它能不能站稳4000。它这波上涨了之后呢，在4300这边会碰到压力位，如果它回撤的时候不破4000，甚至于就算破了4000，它不破3800，然后再进行一个上涨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做了一个不错的底，我们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逐步的增加仓位。我知道也有些说法呢是觉得说黄金这波反弹，会不会是因为美股它最近跌得比较惨的原因啊？那其实呢，这只是一部分原因，就有点资金是想要避险。但是如果整体来看的话呢，其实不光是黄金这边，其他板块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资金的重新配置。那我接下去呢，想把黄金、美股和各个板块放在一起，我们整体的看一下，因为对资金来说呢，这些在市场当中的不同板块它是相通的。那这2周呢，科技股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，特别是像是半导体和存储板块卖压都比较重。那或许会有人担心说，美股是不是现在已经见顶了啊？那我个人的判断呢，是还没有到时间，至少以目前的数据来看，还没有看到它长期趋势的反转。不过短期确实是出现了一些比较需要警惕的信号。那我们先来看科技股比较多的纳斯达克指数啊，它这周的话跌破了10周的均线，这已经是连续第2周了，说明市场上涨的动能呢没有前一阵那么强了。不过如果继续往下面看呢，可以看到它的40周均线和60周均线目前还是向上的。那至少目前为止呢，我不认为说长期的趋势它反转了，那更加像是呢它经过前面这段比较快速的上涨之后，一个正常的回调整理。那如果我们换到日线上面来看呢，就需要稍微谨慎一点了。可以看到10天均线跟21天均线呢，它出现了一个死叉，10天的话跌破了21天均线，而且2条短期的均线都开始向下了，说明短期的资金确实出现了获利了结的动作。那目前呢，就只有50天这个均线还是维持向上的。那如果接下来50天均线它开始走平，甚至于转头向下的话呢，那市场上的风险就会进一步增加。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我这边的黄线位置，也就是25000点，因为之前的2次下跌的时候呢，在25000点这边它止住了这是一个不错的支撑位。接下来如果说纳斯达克指数可以在这个区域它震荡，然后慢慢向上的话呢，就是一个比较平稳的整理。但是如果说它跌破了25000这个位置呢，再接下去你就要在这个24000这个位置去找支撑了。那除了走弱大盘之外呢，我还看到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吧。因为除了看均线指数涨跌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市场的宽度，就是现在市场上面到底有多少股票它还是维持在上涨的趋势里面。为什么会看这个呢？就是现在不管说是纳指还是标普500指数，其实就是几家大公司占了一半的权重，那他们的涨跌呢，几乎就决定了指数的方向。但是一个市场健不健康，它不是只看这几家公司的，更加重要的是呢，是大部分的股票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。那最近看到的结果呢，其实还不错。虽然纳斯达克、半导体、存储这类的指数它是开始调整了，但是呢，像是平均等权加权指数，也就是代表整体市场的一个股票指数呢，它是向上的，而且越来越多的股票呢，它也重新站到自己中长期的均线上方。那换句话说呢，就是市场上上涨的参与度其实是在提高的，而不是在下降。那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来，现在资金呢，它其实没有离开市场，而是向着其他板块进行流动。像是软件医药还有是银行类的股，最近都有不错的上涨趋势。比如医药股的 ETF XLV 它现在已经新高了。所以像之前涨得比较好的像半导体电信存储等等这些板块呢，短期之内有大幅的上涨，也吸引了很多资金集中到这边。但是这些板块连续上涨之后呢，资金肯定是希望有一部分的获利了结，再去找新的机会。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更多的资金流入到医
疗、金融、软件、网络安全，还有之前提到的黄金板块，它目前都有慢慢的上涨的趋势了，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。那相对应的是半导体、存储，然后电信板块，短期之内呢，他们会受到比较大的卖压。那我最后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操作吧，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啊。我一般呢会根据市场的变化慢慢调整自己的组合，比如说科技板块，前2周我们预测到风险的时候嘛，我已经慢慢的降低了我的一些杠杆啊和获利比较少的仓位，所以目前留下来的呢，主要是我长期看好的核心的仓位。黄金的话呢，因为它已经出现了止跌的迹象，那所以说我会考虑建一部分的观察仓，那继续观察那$4000附近它能不能站稳。如果后面趋势进一步确认的话呢，我也会考虑慢慢的增加这部分的配置。至于最近资金流入的比较走强的板块，像是之前提到的医疗、软件这些板块呢，我也会把它放到我自己的观察名单里面。如果后面趋势进一步确认的话呢，我也会一步步的建立仓位。那我自己做决策的时候呢，不光是看我自己获利多少，涨多少跌多少，也要判断一下我目前能够承受多少的风险，以及可能得到回报，就是回报收益比是不是合算啊？那如果说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呢，也要调整自己的一个判断。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，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思路啊，慢慢建立自己的投资框架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